我爸快不行了。消失1个多月的弟弟听说后，闪现搬到了医院。他不顾我爸的意愿，强行让他立了遗嘱，弟弟成了遗产的唯一继承人。葬礼上，他挑衅的对我说，伺候他住院又怎样，财产不还是我，你别想抢走。我没有回答，只是对他笑了笑。他并不知道，我爸哪有什么钱啊，他只有一屁股债。老爸，你快点在这上面签字啊，难道你不想让我继承你的遗产吗？我站在一旁，冷冰冰的看着弟弟的举动。自从老爸住院以来，弟弟就以各种理由推脱，不肯来照顾他。现在又不知道从哪来的消息，知道老爸快不行了，拿着几张纸就赶过来了。老爸，你说什么？拿不动笔让我把着你的手写。弟弟的自问自答让我忍不住笑了出来。老头子头都要摇掉了，乔奈这几样，恨不得回光返照告诉他，我没有钱啊，我只有一屁股债。这声轻笑引来了弟弟的注意，他眉毛一竖，张大嘴质问道，你笑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他儿子，继承遗产也只能我继承，你给我滚出去。我用手在嘴巴边比了个拉拉锁的手势，闪身一退，走出了病房。不是我听话，而是我怕再不离开，我就要憋不住大笑了。知道老爸其实很穷，是在高3那年，那时的我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，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就被老爸通知没有钱上大学。他说希望我能辍学赚钱，供弟弟读书。原话，男孩子和女孩子不一样，必须富养，以后上大城市才不会让人觉得没见过世面。想到这里，我哼了一声，瞒了大半辈子又怎样，最后不还是要大儿子给他害。和当初拒绝他的提议，边打工边上学生的想法一样，这一次我也没有阻止弟弟，钱花在谁身上了，谁去还。老爸的那点反抗力度根本抵挡不了弟弟的热情，最后那张遗嘱上还是写上了老爸的亲笔签名。弟弟向我炫耀时，老爸正在后面瞪着眼，我和他对视上，他立马用手比划着撕掉那张纸的手势，好羡慕你啊，我也想继承老爸的遗产。我淡淡的瞥了老爸一眼，用遗憾的语气说道。这句话点燃了2个人，一个头顶爆了火，生怕别人抢走他的钱，一个则是气急了，一口气没上来，倒在了病床上。弟弟不想在老爸身上花太多钱，但又不想失了面子，便包了一个能家小院作为葬礼举办的地点。我吃完席，正准备离开，只见弟弟朝我招了招手，知道他没摆好屁，我直接当没看见，打包了几盘剩菜，准备喂给流浪狗。大概是不犯这个贱心里难受，弟弟带了一堆狐朋狗友把我包围了。胜哥，你姐生活好像很困难啊，哈哈，还打包剩菜。闻言弟弟勾起了嘴角，嘲讽道，可不咋的，为了这点遗产，他皮天照顾了老头1个月，最后我爸还不是把钱都给我了。话说到一半，他又上下打扰我一眼，要我说啊，你还是趁年轻找人家了，还能卖点高价，当然等老了就不值钱了。站他旁边的兄弟用手肘对了对他，不怀好意的说，到时候便宜我呗，我不嫌弃。这话说的就好像我不是人，而是一件可以用价钱衡量的物品。我们眼笑了一下，反手将桌子上的剩菜扣在了他们的头上，看着他们狼狈的模样，躲在胸口的那口气终于舒畅了。老弟，你最好趁着现在有钱多花花，不然以后可就没有机会了。花了，我不给弟弟反应的时间，拎着打包好的菜离开了。真期待他在知道自己不但没得到钱，还负债累累的时候的表情。喂完小区楼下的流浪狗后，我驾车来到了度假村。正值周日，度假村里的人非常的多。我从人群中穿过，搭乘员工电梯上至的顶楼的办公室。大学的时候，我和闺蜜创业赚了点小钱，毕业后我们一咬牙将全部的钱都投资到了这里。那会疫情刚刚结束，人们在家里都憋坏了，一听说附近开了家新的度假村，连一窝蜂的都涌了上来。因为恐怖主题比较吸引，还吸引来了不少网红免费宣传，热度也就持续到了现在。闺蜜见我回来，热情的搭上我的肩膀，又去给你爸读恐怖故事了。今天没把他吓尿吧？很多亲戚都以为我是去医院照顾老爸了，但其实我是每天都给他读睡前恐怖故事。老爸脾气大胆，胆子很小，第1天读的时候没把握好时间给他吓尿了。我一晚上没吃进去饭，后来再去的时候，我都不让护工在晚上给他喝水。如今又被迫想起这件事，我顿时感觉有些反胃，上一边玩去，我是去埋他了。我抖了抖肩，闺蜜的手顺势滑了下去，终于埋上了。走，姐，带你去吃好吃的去。我和闺蜜走到楼下，发现前台那里闹哄哄的，走近一看，竟发现了一张熟悉的脸。凭什么不给我总统套房？是不是瞧不起我？老子银行卡里的钱说出来吓死你！你这个前台怎么不懂得人情世故啊？敢惹我兄弟，你这份工作还想不想要啊？瞧瞧，这伙凶神恶煞的人是谁啊？不正是弟弟和他的那堆狐朋狗友吗？仔细看，还多了几个小姑娘。我走到前台，挡在了他们的前面。总统套房已经被预定出去了，你们在这里还也没有用。弟弟看见我，眼神有些惊讶，但很快又恢复到平常的样子。你也在这当前台是吧？那还不快点给我安排个房间，我这群兄弟都等着呢。我扫了一眼屏幕，冷声回答，这里的房间都被预定出去了，没有空房，那你就给我插的对吧？怎么脑瓜子这么死板？怪不得混了这么多年，还只能当个前台。我拦住身后想要替我说话的员工，面带微笑道，插队可以，但费用是原来的3倍。弟弟一副瞧不起谁的样子，把银行卡甩在桌子上，刷吧，以为谁都像你呢，穷的要死。说完，面前的人便大笑了起来，大概是还没装够，他又把自己的包量了出来，看见没有，香奈的，你这辈子都买不起。在身旁几个小姑娘的捧场声下，他越来越飘。包包我只买香奈和爱马仕的，迪奥的东西都特别不保值。我站在一旁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的看着他。弟弟注意到我的视线，还以为我是羡慕了，大发慈悲道，你也想要啊？可以啊，跪下来给我磕10个响头，我就给你买一个包。
天啊，兄弟你做慈善的呀？狐朋狗友1号震惊道。狐朋狗友2号扭过头，脸上满是戏谑，我劝你别不识好歹，给我兄弟可10个响头，他就能赏你1个包，这可能抵你1年工资呢。我从前台走出来，将银行卡还给了弟弟，弟弟勾起唇角，怎么，准备给我跪下了？我摇了摇头，不是，是你银行卡里没钱。弟弟脸上的笑容一僵，点开手机看了好几眼，最后磕磕巴巴的说道，应该是老头子的遗产还没到账。旁边的小姑娘听说后，闹着要走，没钱出来把什么喂？我呸，还以为多有钱的人呢。谁说我没有钱的？先刷这张吧。弟弟从钱包里拿出一张信用卡，从他发抖的手就能看出来，他是在强撑。有钱不赚是傻子。我接过信用卡在 POS 机上刷了一下，这回支出成功了，感谢您在本店消费10万元，祝您玩得开心。弟弟一脸肉疼的表情，但还是装作潇洒的样子摆了摆手，瞧你那谄媚样，今天我就要你当我们的专属服务员，放心，少不了你的钱。正好我也想看看他的笑话，便答应了他的要求。我和闺蜜比了个手势，她秒懂，听说这里的肉食餐厅很好吃，而且恐怖道具什么的都特别逼真，哇，好想去吃啊，就是有点太贵了。哎，我听着闺蜜浮夸的语气，没忍住笑了出来。弟弟睨了我一眼，你以为我花得起那钱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有的是钱，越没什么就越在意什么。我敷衍对点了点头。刚才还闹着要走的小姑娘抱住了弟弟的胳膊，我好想去啊，我们一起去吃嘛。就是啊，兄弟，来这里就是要去那里吃，你不会走，我有钱，现在就去。弟弟做贼心虚，咱们极大的打断了他的话，我用手盖住脸，也盖住了咧到耳边的嘴角。进了那里，不消费几十个，我能让他出来？真以为我能白让他侮辱啊？哇，这个红酒买，兄弟，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那个 A， 想吃就买，有钱。你好，您一共消费40万元，请问怎么支付？闻言，弟弟拿着信用卡的手一抖，难以置信道，多少？40万元，你们抢！注意到身后的几人都在看他，弟弟硬生生地将花咽了回去，刷卡吧。收费员一脸抱歉的将信用卡还给了他，不好意思，您卡里的钱不够。怎么可能？意识到自己的信用卡最高额度为30万人，弟弟又换了一张卡，连刷了10几张卡，都是1分钱没有。几人脸色都青了，你不会想让我们 AA 吧？不是说好的你请客吗？不能，我兄弟可有钱了，他刚继承他家老头的遗产，富得流油。弟弟已经顾不得吹牛了，他刚才刷的都是老爸的卡，如果这里没有钱，那就是真的没有了。可他不信，气势冲冲的就朝我走来，是不是你把我爸的财产转移了？把钱还我，不然我就报警。收费员看见我，毕竟喊了卫生老板这下，弟弟更确定了自己的想法。好啊，你偷我爸的钱创业，你喊他老板干什么？这个度假村是用我的钱开的，我才是老板。哈哈，我笑了，你宁愿相信钱是让我偷走了，都不愿相信咱爸是真的没有钱吗？不可能，我爸还拿钱让我出国旅游，还给我买跑车，怎么可？来电铃声打断了他的话，我挑了下眉，示意他接电话。本来信誓旦旦的弟弟，在接了电话后彻底捏了，他嘴唇发颤，我怎么可能欠了别人2000多万？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你这些年出国留学的钱，吃喝玩乐的钱，买车的钱，我掰着手指数着弟弟这些年的花销，可他都是老爸花的钱，不可能。突然，弟弟像是想起来了什么似的，猛地抬头，我的话证实了他心中的猜测，他在我高3岁年就破产了。弟弟彻底慌了，他揪着我的白领，把我抵在墙上，你撒谎，如果他破产了，不可能让你继续上学，你是骗我的，你就是想独吞遗产。我面色平淡，用力将他的手指一根根掰开，我读书的钱都是我自己赚的，想好怎么付吃饭的钱了吗？之前那几个自称是弟弟兄弟几人，也不装什么兄友弟恭了，一拳打在了弟弟的脸上，亏我们几个把你当兄弟，居然敢骗我们，我呸！我就说他看着不像有钱人吧，还把妹不要点脸，他们几个你一言我一语，就好像之前占便宜的不是他们似的，骂着，几人就往门口走去，生怕要和弟弟钱，我没搭理他们，垂头看向蹲在地上怀疑人生的弟弟，喂，再不付钱我就报警了。弟弟这才缓过神，看向我的眼神中满是贪婪，这个度假村是你开的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为什么要付钱？早猜到他会这样，我直接拿出手机拨打了110，你可想好了，失去蹲了几年，然后把没给的钱补上，还是现在就给不用进去？在拨通的前1秒，弟弟抢走手机，挂断了电话。我知道你怪我之前说话不好听，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钱了，我能不能？弟弟的神态里多了一些谄媚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见他这种表情。可以，弟弟眼神一亮，太好了，我就知道，你就负责在晚上当保安巡逻吧，还差10万，你干的2年杂也还上了，我不。弟弟听说要干活，立马不乐意了，我举起手机，在他面前晃晃，弟弟瞬间答应了。恐怖主题的度假村人多的时候还好，大半夜没人的时候，可以说是非常恐怖。有不少保安哪怕少赚点也不愿意值夜班，这回有了弟弟，我不仅多了个免费员工，还能借这个场景吓唬他。一开始弟弟还挺开心，觉得能蹭我的便宜，直到一晚上夜班后，他眼下多了重重的黑眼圈，就连上厕所也不敢自己去了。过了几天，我去员工休息室时，碰见了正在补觉的弟弟，他似乎正在做梦，嘴里不停地拧拦着什么。我凑上前，听见他说，爸，你当初为什么不拦着我？为什么？还没拦着呢。我仔细回想了一下，当时老爸那出都看得上是神医下凡，死而复生了，弟弟还在不停质问着。我模仿老爸的声线，在他耳边说道，你活该啊！弟弟猛然惊醒，看见我，直接把手上的员工牌扔在桌子上，我不干了，你就是故意折磨我。还有，你是我姐，你理应承担老爸的债务，你全都推给我，分明是想逃避法律责任，我要报警。
这次我没再惯着他，本来晚上他就经常摸鱼，现在还到反天罡，说我逃避法律责任，我杀了他一巴掌，满足了他的要求，选择了报警。弟弟被拘留了10天，上警车的时候还不停地说中指挑衅我。我发了个白眼，心想到时候把弟弟的电话给那些催债的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心狠了。刚消停没几天，之前和弟弟一起来的几个小姑娘找到了我怀了你弟弟的孩子，你必须负责。我掉没，从他手中接过了 B 超单，那小姑娘双臂还凶，理直气壮地说道，我怀的可是你们老李家的种，还不快给我找个好点的房间，我要吃龙虾。先不说这是不是弟弟的孩子，就算是我，又有什么义务替他照顾？我没理会他拿出手机给保安发去的消息，其余几人见我这样，以为我是同意了，说起了悄悄话，许言，你命可真好啊，这是他们家的家族企业吧？以后你儿子可就是这里的唯一继承人了，到时候可别忘了我们几个。许言嘴角翘起，望向门外的眼睛满是向往。放心吧，到时候少不了你们的。说完，他又扭头看向我，喂，你别忘了给我这几个姐妹也安排个好的房间，我要顶层能看到全部风景的那种。对了，那天在饭店喝的红酒挺好喝，你再给我们开几瓶。妍妍，能不能让他清场？我们几个自己在这里玩，还安静，也不怕被人撞到你肚子。许言点了点头，你说的对，就按你说的那么办吧。短短的几分钟就把度假村这几天停业的事都安排好了。闺蜜气不打一处来，上去就要烤许言的头发，我赶忙拦住她，示意她保安已经到了，别动手。下一秒，保安就要架起几人的胳膊，把他们往外赶。许言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很快反应过来，你们是想逃避责任吗？这样我没有反应，他又冲着保安喊，别动我，我怀了你们老板的孩子，要是把我碰坏了，你们担不起这个责任。保安像他傻子一样看着他，这里的员工都知道，老板是2个女人，怀了老板的孩子，是脑子出问题了吗？但鲤鱼她是孕妇，还是放开了她？许言还以为保安是怕了，佯装潇洒的甩了甩头发，都离我远点，你们这样的人怎么配奉我？还有你，许言恶狠狠地盯着我，你居然敢耍我，李哥都告诉我们了，你背着他偷偷抢走了家族产业，还试图让他帮你还这么多年欠的债，你怎么这么恶毒啊？幸好现在是早上，人还没有这么多，不然闹了这么大的笑话，还真是有点丢脸。我和闺蜜对视了一眼，最后双双笑出声。弟弟为了自己的面子，还真是什么话都敢说。当初刚创业经济困难的时候，老爸就当没看见一样，就好像没有我这个女儿，有时甚至还会朝我要钱。现在他儿子也是同样的不要脸，怎么不算是随跟呢？听见我们的嘲笑声后，许言红了脸，气急败坏道，你猖狂不了多久了，李哥已经出来了，马上就到这里了。怀孕刚落，弟弟就从门口冲了进来，他就像没看见我一样，直直的向许言走去。你电话里是什么意思？谁怀孕了？你？许言摸了摸肚子，一脸害羞的说，已经3个月了。本以为弟弟会很开心，没想到他满眼厌恶，拉起许言的手就往门口走，跟我去医院。但干什么去？许言慌啊，他不停往后退，企图甩开弟弟。打掉，我在后面看着热闹，对弟弟的反应也不算太吃惊。他现在负债累累，自己都快活不起了，哪有那个精力再养一个孩子？况且我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，想让我收留他，帮他还债，做梦去吧。送走这些闹事的后，我和闺蜜继续了那天被打断的聚餐。餐厅里有好几桌是家长带孩子爱吃饭的，我看了眼几桌温馨的画面，放下手里的筷子。闺蜜以为我被触碰到了伤心事，连忙安慰我，别为你家那2个智障伤心了，不值得，你还有我呢。不是，我喝口果汁，麻椒沾嗓子上面了，大概是从小就被区别对待，我现在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感觉。我妈死得早，我爸又是个重男轻女的，在别人还在躲着父母玩手机的时候，我已经开始赚钱了，一路风雨无阻，除了家庭不圆满，我还挺满意自己的人生的。吃完饭后，我们又去商场买了点东西，才回到度假村。奇怪的是，今天来办理入住的人非常少，正一或者，闺蜜就拿起手机往我的脸上对，我靠，刚才那女的有病吧？她在网上说要养老板对她始乱终弃，逼着她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，还威胁她要分手费。耀阳是度假村的名字，可老板是2个女的。可是全网皆知的是啊，我点进许言的直播，他正好在回复网友的评论，老板是女的，你们都被骗了，其实真正的老板是其中一个的爸爸，现在他爸死了，那个女的的弟弟才是老板。我在编故事，不信你们就去问问20号那天在现场的游客，他们都看见过，我没有说谎。不知哪句话触中了许言的伤心事，他在直播间内如雨下，那演技令人佩服。我不要钱，我只想要一个公道，我的孩子还没出生就被他的父亲强行夺去了生命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。舆论渐渐被许言带跑，直播间网友一个个都向着他说话，我支持你维权，像这样的渣男就应该让他去坐牢，抵制心愿。从前我就觉得那块怪圣人的，也不知道怎么火的，之前他们还在网上营销女强人的人设，结果最后还是靠男人啊，恶心，事项真的太难看了。闺蜜气的手都在发抖，恨不得去撕了许言，我连忙安慰她，阻止了她要发律师函的行动。现在发律师函只会被网友认为在堵嘴，是挽回不了声誉的。闺蜜疑惑的看着我，你的意思是监控可不是板舌，许言会利用互联网造势，我们也会啊。我将所有证件找了出来，并将监控视频导入进了手机相册。在耀阳倒闭的词条冲上热搜榜第1后，我也开了直播。我并没有第一时间澄清，而是先和自己自助的女孩们闹了会家常。大概过了5分钟，在直播间清一色的问号弹幕下，我说起了自己把度假村取名耀阳的原因。我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，
在我高3那年，父亲你家里负债太多，供不起2个孩子读书为由，想让我辍学，开始装可怜了，让真正的老板出来。我随意扫了一眼弹幕，继续说着自己的故事。那时的我就在想，凭什么要让我辍学？就因为我是女孩吗？我没有答应，选择边打工边上学。幸运的是，我在大学里遇见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，我们一起在大学创业，最后在毕业时将所有的钱都投资在了这个度假村。我都懵了，到底哪个说的才对呀？老板真是俩女的。她就是他们老板推出来的挡箭牌，我不信女的有这么大的本事。步入社会之后，我看到了许多和我处境一样的女孩，她们有的被迫选择了家长眼中适合女孩的专业和工作，有的则是和我一样被迫辍学。总有人说女孩不如男孩，男人要在外面闯荡，而女人只是要在家里相夫教子。我拿出开度假村办理的证件，放在了镜头前。可是我想说，男人能做的，女人一样可以做到，女人也可以在个行的夜发光发亮。说回正题，我将弟弟和许妍在度假村闹事的监控发在了社交媒体账号上。我不懂为什么有的人脸可以这么大，占便宜不成就随意扭曲事实，一场直播就轻易把我和我闺蜜这些年的努力一笔抹掉，还将功劳安在了我的父亲和弟弟身上。许妍女士，律师函应该已经送到你家了，我们法庭上见。我去，总算澄清了，耀阳是我最喜欢的度假村了，幸好没他支持。放瑶一张嘴，辟谣跑断腿。看完监控视频了，那女的真的笑，挺着个肚子说要让你负责，你弟弟的错为什么要归咎到你头上啊？听他们家亲戚爆料，他爸住院的时候是他一直在病房里照顾，他的脸面都不露的。哈哈，隔壁直播间被封了，大快人心。我顺着网友给的链接看到了许妍的直播回放，视频里许妍一开始还哭唧唧地装可怜，听说我直播了，还一脸愤怒的要讨不说法。后来监控视频爆出，许妍的先头的言论坐不住脚，直接气急败坏，在直播间骂起了网友。别骂了，你的律师函快到了吧？注意查说哦。这条弹幕刚发，许妍家里的门铃就被按响了，不出所望，来人正是快递小哥。许妍回到直播间时，气得脸都绿了，在看见网友嘲笑他，让他一起帮弟弟还债后，他满脸嫌弃，谁要帮他还债啊？没用的东西。那副嘴脸和他刚开始那副爱弟弟爱到死去活来的神情完全不一样。他和弟弟的事让他们自己解决去吧，谁会给他们当垫背的？这一遭，度假村的生意更好了，我和闺蜜也开始考虑扩建度假村。一天，我正准备看看新区域扩建的进度怎么样了，就看见工人丢弃的木板上面有一个黑色人影，原以为是工人在此处休息，结果离间的看是弟弟。我当机立断拨打了电话，没想到弟弟一个闪身就打掉了我的手机。2周没见，他憔悴了不少，连衣服都是从派出所出来那天穿的那套。别动，帮我把债还了，不然我就……他不知从哪里掏出来一把小刀，抵在了我的脖子上。我淡定自若，但脑子里一直想着解决方法。你不怕我报警吗？弟弟轻笑出声，这里还没有案件空白，我已经在这里住了1周了，没有一个人发现，就算我解决了你，又有谁会知道是我干的？我紧揪着眉毛，眯眼盯着他，刚才那通电话已经拨通了，你觉得保安赶到这里需要多长时间？闻言，弟弟垂头看向掉在地上的手机，发现屏幕上显示正在通话中后，他用刀将手机砍碎了。我趁机会转身就跑，却还是被弟弟抓住了。警察来了更好，这几天我在外面受苦受冻，还真有点想念里面的日子了呢。管吃管饭还不花钱，没有比那里更好的去处了。他拿刀抵在我的手腕处，语气阴冷，我先挑断你的手筋和脚筋，然后再挑几只虫子放在伤口处，你猜这么做会不会疼？我没有说话，弟弟料定我是害怕了，嘲讽道，你当初看我逼着老爸签字的时候，是不是觉得很好笑？你在我背上债袖手旁观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这一天？你把我在店里的监控视频发在网上，让我遭受网暴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这一天？我抿起唇掩盖自己上扬的嘴角，最先将他们的事情发在网上的不是许妍吗？我不信许妍的行为背后没有弟弟的推波助澜，现在翻车了，就把所有过错推到我的身上，还真是和他爹一模一样啊！我最终还是没能忍住笑，胸腔的震动让弟弟瞪大双眼，他大概是没想到我这种时候还能笑出声，难以置信的，你在笑什么？你是觉得我不会动手吗？我用手擦了擦眼角，你没看过小说吗？大多数反派的死都是因为话多，看，人都来了，远处传来齐刷刷的脚步声，弟弟慌乱起身，到底是没有他刚才放狠话时的勇气大，他往后退了几步就准备逃跑，我微微勾起双腿，将他绊倒在地。弟弟想爬起来，就被我死死踩住了脚腕，他疼得嘶了一声，大声道，他们不是保安，你报警了。我边摇头边笑，弯下腰冲他说道，你都被他们打过多少回电话了，怎么还没记住他们的号码呢？弟弟不肯还债，注销电话号跑了的事，我是知道的。1周前，他刚跑那群人就堵在了我的家门口，扬言找不到弟弟就让我替他还债，我没有害怕，只是告诉他们会帮他们找到弟弟，本来只是一句敷衍的借口，但我没想到弟弟居然真的胆大到敢跑来我的度假村。弟弟被抓走时，嘴里还不停地骂着脏话，那群人听到耳根子疼，就连连甩了他好几个巴掌，这清脆的声音，啧弟弟的嘴估计都被打坏了吧。想到弟弟曾经说过的难听话，我偏了下头，暗道，活该。弟弟被带去了哪里？结果是什么？我通通不感兴趣，家里的这点烂账也是收结束了。3个月后，新的区域终于扩建完成，为了符合恐怖主题，我将其设置成了天堂和地狱2个通道。在闺蜜问我要将这里取什么名字时，我答到心生闺蜜盯着我，扑哧一下笑了出来，本来这不仅就够恐怖的了，你还取这名字，真不怕把人吓坏了。
在摄影师给我发来反图后，我直接将其发布在了耀阳的媒体账号上，新区域的反响很好，10分钟不到，门票就被抢光了。我翻看着网友的评论，成就感涌上心头，这是耀阳的新生，同时也是我的新生全文完结。